惊心动魄1小时，欧盟主席飞机遇袭，巧合还是报复？乌军火烧普京豪宅，俄军守不住莫斯科化工厂大爆炸，俄指挥官用士军生命圆谎，多布罗皮利亚俄军被彻底包围，打不赢就打自己人，赫尔松俄军内斗伤亡数十人，欧乌新发言击败俄罗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火力军只能说这很俄罗斯。综合金融时报、美联社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8月31日下午乘坐飞机从波兰华沙飞往保加利亚，但途中却遭遇了电子战的袭击，导致飞机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上空持续盘旋1个多小时，难以降落。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飞行员果断放弃导航系统，改用纸质地图，这才成功完成了迫降。事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波德斯塔证实了该消息，并指出保加利亚当局怀疑是俄罗斯发动的干扰袭击。面对指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只是轻飘飘回答了一句：“他们信息不正确。”就再也没有下文了。事实究竟如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后续报道。但我们要明白，欧洲和俄罗斯的矛盾早已公开化。如前不久，冯德莱恩才刚谴责俄军对基辅的大规模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亡，并就此欧盟还在酝酿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方案，甚至计划没收被冻结的俄资产，用于乌克兰的重建。又或是俄军的电子干扰早已影响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的飞行，特别是在2024年初，时任英国国防部长的格兰特·沙普斯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从波兰返回英国的途中，其乘坐的飞机就遭到了电子干扰，而袭击者可能就是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研究所对俄军的电子干扰行为分析称，这可能是俄军对欧洲开展混合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不排除之后其还将继续展开针对北约和欧盟的政治和军事官员的军事行动。欧盟应该小心提防。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有消息称乌军给冯德莱恩报仇，火烧了普京豪宅。在近期对俄远程打击中，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格连吉克遭遇大火。值得注意的是，起火点距离普京在该地的驻地仅10公里，但在俄方声明中是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引发的火灾，同时否决了关于普京在此处有房屋的说法。不过，通过现场披露的视频，有消息称，俄方为这场大火派出了至少550名消防员，外加89台灭火设备，甚至都用1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可见俄方的重视程度。画面中，这一带的森林都笼罩在熊熊火光中，并有建筑物被波及。1周以来，乌克兰确实对黑海的克拉斯达诺尔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多为俄军的炼油厂等设施。这不，话音未落，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克鲁泡特金市在9月1日的空袭里被击中，同样引发大范围的火灾。奥斯特频道报道称，被击中的是该市的卡夫卡兹斯卡亚车站，并引发了牵引变电站的大火。据悉，该变电站为该地区的铁路运输网络提供电力，而卡夫卡斯卡亚火车站连接着北高加索地区与罗斯托夫、库班和黑海港区。俄军往往需要通过这里的铁路线运输大量物资，如今遇袭必将影响前线俄军的行动和俄罗斯经济。不过，对于这场袭击，俄军虽然承认遭受打击，但依旧嘴硬地表示是无人机碎片引发的火灾，且未造成人员伤亡。果然，如今的俄罗斯也就嘴硬了。与此同时，俄军也没能守住自己的首都莫斯科。莫士新闻消息称，莫斯科核心区域东部25公里处的巴拉西哈被点燃。报道称，起火的是当地化工厂所属的仓库。目击者拍下了火灾的全过程，画面中此地被一片黑烟覆盖，传出的爆炸声即使莫斯科城中也能听到。相关消息显示，应该是仓库内的化学品被引爆导致的，现在还不确定里面是否有武器弹药。至于起火原因，俄方声称是工厂故障造成，但鉴于俄方说谎的性格，火力军不排除是乌军发起的远程打击。初步估计，火灾面积将突破5000平方米。这是近期莫斯科发生的规模较大的火灾，而且随着俄乌战争的深入，类似的事故正在莫斯科频繁发生。前线战场，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的战术失败，部分俄军已被彻底包围。库尔斯克方向，一名隶属俄北方集团的俄军事博主声称，俄第2摩托化步枪团和第234空降团第5营的指挥官正滥用职权，在明知送死的战况下，压迫其麾下部队进攻诺维普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该军事博主称，是因为库尔斯克州的俄军指挥官此前向俄高层提交了虚假战果报告，称俄军清除了诺维普特的乌军。
眼看谎话即将被戳破，于是就不顾士兵伤亡，想要在被调查前圆上说的谎。目前诺维普特的战斗仍旧在进行，乌军正使用无人机拦截乔特基诺镇及其附近的地面交通线，打击其上通过的俄军部队。苏梅方向，乌军在北部安德烈卡和金德拉蒂夫卡附近，以及东北部尤纳基夫卡和瓦拉奇内附近发动了反击。从前线传回的视频看，乌军可能已经彻底收复了尤纳基夫卡附近的阵地，目前正逐步在打扫战场。总体来看，俄军在北部的攻势已经失败。苏梅边境突出部左翼的俄军第155、40海步旅和177海步旅已经撤退。这几支部队在过去3个月的交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现在该方向的战斗正由俄军第44集团军72师30摩步团和155海步旅的突击小组接手。此外，主要负责突出部右翼的俄军第76空降师也已由第106空降师接替，被替换的部队则正被调往红军村和扎波罗尔地区。俄军确实该往乌东和乌南增兵了，不然近几个月的战果又要化为乌有了。综合图片报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9月1日，俄军继续在多布罗皮利亚战术区进行进攻行动，但丝毫没有前进，反而被乌军突破阵地防线，导致部分俄军被彻底包围。实际上，乌军在该方向的合围行动，火力军前几期视频就有预测。乌军也不负我们所望，完成了对俄军突出部的切割和包围。市区方向，一支乌军无人机部队9月1日报告说，俄军上个月底对东北部的马利尼夫卡进行了一次由7辆坦克和步兵战车以及多达100名士兵组成的机械化攻击，但最终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联合打击。报道称，俄军在丢弃所有战车后狼狈撤退。目前红军村的局势大体稳固。基辅方面不久前表示，他们已完全控制了该城。当然，该方向的战斗还在持续。数小时前，乌军的特战队就击退了俄军对红军村的增援，也就是上述苏梅方向提到的俄军轮换部队，如俄军第155海军步兵旅的部队就被调往多布罗皮利亚，以维持进攻行动。当然，俄军司令部还将如第70摩托化步枪团这样的乌南部队从赫尔松州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以加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或西维尔斯克的进攻。俄军如此大张旗鼓地调动部队，很明显，其接下来的秋季攻势将主要集中在顿涅茨克的多布罗皮利亚、红军村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其企图加大对红军村的包围力度。而向多布罗皮利亚推进，是想从西部绕过乌克兰顿涅茨克州要塞地带。泽连斯基也在之前的采访中确认，俄军朝红军村部署了超过10万的兵力，可见如今红军村的战事已经影响到了整个顿涅茨克乃至乌东的局势。但俄军在红军村的损失也是最大的。乌总司令希尔斯基此前就报告说，俄军仅今年8个月的时间，就在前线损失了29万士兵，其中红军村的损失最大。整体而言，虽然今年俄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是那句话，他们并没有决定性的突破。按照目前的进度，俄军想快速拿下乌东，尤其是顿巴斯地区，根本不可能。而俄罗斯在之前停火条件中，居然想让乌军主动撤出顿巴斯，想也知道基辅是不会答应的。乌南扎波罗热地区靠近马拉托克马奇卡村，乌军第118机械化旅报告称，其击溃了俄军向辛波克罗夫卡和小托克马奇卡转移的装甲车队。报告显示，俄军车队由一辆配备拖网的坦克开路，旨在克服乌军的雷区，但最终仍被道路上的工程障碍阻止。紧接着，乌军大炮和无人机便打向俄军车队。据悉，此役乌军共摧毁俄军5辆步兵战车、4辆摩托车和1辆虎式装甲车。俄军步兵期间试图利用受损装备闯入森林来躲避乌军无人机和大炮，但仍遭到巨大损失。数据显示，有22名俄军阵亡，14人受伤。赫尔松方向，乌军针对性打击了俄军指挥部。流出的视频显示，当时俄军正在赫尔松左岸发射无人机，企图袭击右岸的乌军阵地，但被乌军及时发现。紧接着，乌军发起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指挥部躲在数栋电梯房内。视频中，乌军从空中予以猛烈打击，俄方的建筑物很快被翻滚的浓烟笼罩，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这是乌军对俄军炮击赫尔松居民区的回应。乌军第30海军陆战队第39独立海防旅的无人机营还在左岸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乌军士兵们说，这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韧性和决心的象征。这些土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乌克兰人的，可见乌军士兵守护领土的信心。值得关注的是，赫尔松战场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包括敌后游击队火焰在内的多个消息源宣称，8月19日，驻扎在赫尔松地区的俄军第70摩步师下属第24团跟邻近的俄军第187独立侦察旅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并事件。24团不知道抽什么风，突然向第187旅开火，而后者以为是遭到乌军侦察分队渗透攻击，于是火力全开，猛烈还击。结果一场大战下来，俄军死伤21人，受伤17人。截止目前，俄国防部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但网络消息显示，
在火并发生后，俄军就进行了调查，并加强了对相关人员的控制和审讯。而此事件的发生也导致前线俄军内部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兄弟部队之间的不信任情绪加重。如今的俄军指挥官们都纷纷担心还会发生新的无级事件。由于缺乏足够信息，火力军很难看出俄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根据对俄军的了解，或许这与俄军目前面临的高强度压力有关。要知道，克里姆林宫可是要求俄军取得更大进展，但事实表明，俄军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进攻力量和资源，累计伤亡已经超过108万，前线真的打不动了。如今，即便是最坚定支持战争的俄罗斯极端分子，也已意识到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俄罗斯的国师杜金却仍在公开宣传，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尤其是在我们已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总统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设定的所有目标必须实现。可即便莫斯科地区把征兵奖金提高到了550万卢布，也没有征不到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允许22岁以下年轻人自由出入国家，谁更自信一目了然。在征不到兵的情况下，高压只能持续弥漫在现有的俄军部队内部，再加上指挥官的压迫式命令，稍有风吹草动，神经敏感的俄军就会以为是遭到乌军袭击，胡乱开火，顺便宣泄压力，发生与友军发生火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或许也是俄军在战线后方设置军人俱乐部等场所的原因。在这种高强度消耗战里，前线官兵很容易出现各种精神问题。此外，俄媒还报道称，杜金的话让克宫官员感到紧张，他们私下讨论时都希望利用特朗普创造的机会，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为他们清楚，唯有停战，自己和家人才能过上等人的生活。再打下去，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灭顶之灾，经济崩盘的结果就是解体和国家转型。只不过俄罗斯军事手段达不到目标，就希望通过宣传、谈判等手段来实现。这套伎俩偏偏特朗普还行，但在乌克兰和欧洲那儿根本不好使。德国总理梅尔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其结果要么以一方军事失败告终，要么以经济或军事上的疲惫告终。而我们的目标是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欧洲不会放弃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机会。继以色列将胡塞武装高层连过端后，以军再次行动，清除了哈马斯发言人乌拜达。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当地时间8月31日，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总局辛贝特发布联合声明，正式锁定了阿布乌拜达的藏身地。在前一天的袭击中，以色列已将其定点清除。以方强调，乌拜达的身份不仅仅是哈马斯的发言人，他还是关键的决策者之一，包括参与策划了2023年10月7日对加沙发动的袭击。所以他的身亡将给哈马斯带来战略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局收集了车臣共和国元首拉阿姆赞·卡德罗夫支持针对乌克兰战俘的战争罪的新证据。乌克兰安全局9月1日报道称，卡德罗夫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他命令车臣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射杀乌军士兵，而不是俘虏他们。同时，对已被俘虏的乌军士兵，卡德罗夫还命令车臣士兵将其安置在车臣共和国格罗兹尼军事设施的屋顶上，以充当抵御乌军无人机袭击的人盾。详细情况有待后续进一步披露。如果情况属实，相信乌军不会放过卡德罗夫。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突然取消了原定今年访问印度，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计划。据悉，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被视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合作平台。特朗普给出的不出席理由是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出现裂痕，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段时间，美印两国在关税问题上出现巨大分歧。印度坚持购买廉价的俄罗斯石油，目前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第2大客户。美国则刚刚以印度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为由，对其征收了50%的关税。不过，《纽约时报》则有不同的看法，其宣称特朗普和莫迪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是双方在今年6月17日的通话中，特朗普称巴基斯坦准备提名他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特朗普调解印巴冲突的和平谈判，暗示印度也应该像巴基斯坦一样提名他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引发莫迪强烈不满。印度方面认为停火协议跟美国无关，跟特朗普无关，特朗普完全无视了印度的军事实力。其实，特朗普能不能拿诺贝尔和平奖，关键就是要看那个由5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根据公开报道看，包括现任主席约尔根·瓦特内、弗里德内斯在内，该委员会至少有3名成员公开批评过特朗普，因此特朗普拿诺贝尔和平奖估计很难。波兰总统纳弗罗茨基9月1日在波兰北部城市格坦斯克出席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86周年纪念仪式时表示，必须最终解决德国2战赔偿问题。纳弗罗斯基在演讲中说，波兰作为北约东翼重要的前线国家，不仅需要与德国建立公正、符合事实和明确的双边关系，也需要来自德国的赔偿，
他强调，即便德国做出赔偿，波兰也不会患上历史遗忘症。波兰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尽管波兰在道义上有权获得德国就二战期间所犯罪行赔偿，但从法律上讲，这件事毫无希望。但我们将支持总统的倡议。不得不说，希科尔斯基是个明白人。波兰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政府2022年9月曾发布一份报告，认为德国应就二战中侵略波兰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波兰支付6.2万亿兹罗提，约合1.3万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但波兰现任总理图斯克今年5月宣布，波兰将不再要求德国赔偿，希望专注于保障两国共同安全。德国则主张，由于波兰1953年放弃进一步索赔，赔款问题已经解决，德方无意就此谈判。根据韩联社报道，8月31日，韩国国防部表示，针对韩国空军运输机在7月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引发日本战机紧急升空的事件，韩国近期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根据报道，此次事件发生于7月13日，一架隶属于韩国空军的 C-130 运输机为参加训练飞往关岛时，由于担心运输机燃料不足，于是飞行员决定改为前往日本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并准备紧急着陆加油，但未能获得日本许可，并导致日本战机紧急升空。在经过进一步通话后，日本要求飞行员发出紧急求救信号，才获准在加手纳基地降落。经过调查后认定，此次事件是因为韩日双方沟通失误导致，其中涉及空域协调与指挥链报告等环节。目前已经对10名相关人员提出处分要求或给予警告，其中包括对韩国空军情报作战部部长在内的7名提出纪律处分要求。9月1日，韩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作为缓和韩朝军事紧张的措施之一，自当天开始，韩国全面停止对朝鲜广播自由之声的制作与播放，这是自2010年恢复对朝广播以来首次停止该广播。所谓自由之声，指的是韩军心理战团从对朝心理战的角度出发所制作的广播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政权相关信息、韩国发展状况、朝韩体制对比以及韩国最新大众文化等内容。根据朝中社9月1日报道，在8月31日，金正恩视察了朝鲜正式投产的重要军工企业综合生产工序，并具体了解了新设计的导弹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工序。朝中社表示，金正恩针对朝鲜导弹生产能力扩大计划且进入各种导弹批量生产作出评价，称这项成果是朝鲜军工部门在国防工业发展计划中取得的最重要核心成果，同时希望朝鲜导弹生产部门再接再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防务部门击败对手，从挪威获得英国史上最大的军舰出口订单，预计金额将达到100亿英镑。根据协议，英国将为挪威生产至少5艘26型护卫舰，首批交付时间为2030年。报道表示，英国正在与挪威深化防务合作。8月31日，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表示，与英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此次军舰订单将增强挪威与北约在北极海域的巡逻与防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强欧洲在北大西洋与北极对抗俄罗斯潜艇活动的能力，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友加强地区防御。美国国防部表示，根据协议，两国海军将组建一支由13艘反潜护卫舰组成的联合舰队，承担探测、识别、追踪及打击敌方潜艇的任务。此外，英国还与挪威合作保护北海的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管道、电力互联线路及数据电缆，防范可能的混合攻击。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前线俄军的高压环境会不会迫使其做出违反的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